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将为大家带来2024年大英博物馆丝绸之路大展的深度解读。我们知道，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的传播还是源自于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里希霍芬的著作《中国》。当时的丝绸之路的地理范围仅仅局限于从中国的汉唐古都长安出发，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及欧洲的陆上贸易网络。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如今广义上的丝路概念已经遍及了欧洲大陆，甚至包括北非、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新的概念还有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可以说，本次展览是我看展以来感受到了最具野心的一次策划。展品涵盖的区域范围之大，年代之广，都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展览的时间跨度自公元500到1000年，从欧亚大陆东侧平安时代的日本、新罗，新唐代的长安、西域和中亚、阿拉伯，到维京人所在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从北高加索的俄罗斯、乌克兰，跨越地中海的拜占庭，到北非的阿克苏姆帝国，甚至还涵盖了海上丝绸之路东南亚、印度次大陆、阿拉伯半岛及南半球的马达加斯加。研究主题和内容凝聚了上百位相关领域的学者和策展人的学术支持，其展品更是汇聚了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32家博物馆的精品。仅中国西域这一块就包含了敦煌文书、绘画及刺绣、吐鲁番帛画、于田木版画等之前从未展出过的珍贵文物。展览采用了泛欧亚大陆的全景视野，除了展示各个文明之间文化的吸收与碰撞、交融与联系，还涉及到政治、军事、宗教、经济、贸易、知识、技术等方方面面，以全球的角度打破狭隘的区域文化壁垒，让游览者亲身感受相隔万里之远的国度，你与他们之间在过去、现在甚至未来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展览开始于陈列在大厅的折叠背板，顺着入口进去，你看到的是金色沙漠中一排排骆驼的剪影，伴随着阵阵驼铃声，代表的是陆上丝绸之路。当你走过去，回头再看，就会发现展板的另一面是蔚蓝色的大海，代表了海上丝绸之路。展览的开始是一尊来自1500年前的青铜佛像，其反腐流畅的衣褶很难不让人想到位于巴基斯坦的犍陀罗造像，而它却出土于6000多公里以外远在北欧的维京人墓穴。大众无意识地接受佛教向东发展的主流趋势，却往往忽略掉文化传播的多样性。这种小佛像最初猜测可能是从南亚出发的佛教信徒一路向西北前行，用来随身携带供奉的。但最新的研究表明，在瑞典赫尔格岛最初发掘这件文物的时候，佛像的脖子和左手腕都曾系有厚厚的皮带，应该是用来悬挂在身上或者墙上的，说明它流转到墓主人的手里时，可能已经不被视为佛教圣物了。研究学者在斯堪的纳维亚湿地发掘一些古北欧木质神像的时候，也发现了同样的皮带，这或许意味着佛像的精神意义已经最终被重新整合到当地的宗教信仰体系中了。那么跨过第一展厅的幕布，抬头就能看到此次旅行的先后顺序，他们以城市为目的地，被标识在一块块悬挂的木牌上。我们的第一站是日本的奈良。从公元500到1000年间，日本作为亚欧大陆丝路线上的最东边，显著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从飞鸟时代、奈良乃至早期平安时代，平城京作为本州岛的首都，源源不断地接收着来自西边的奢侈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位于东大寺内的正仓院，它源自圣武天皇的私人收藏，藏品包括了来自西亚的拜占庭和萨珊帝国、中亚以及跟进的唐朝和新罗朝鲜的进口奢侈品。这件来自西亚的玻璃碗有着典型的萨珊波斯风格，尤其是腹部排列的凹透切割面。在中国也发掘出不少类似的萨珊玻璃器。玻璃器在佛教中一般为供奉品，据研究，它应该是在鉴真东渡的佛教大背景下进入日本的，如在敦煌帛画中就有类似的玻璃器出现。当然，也不排除类似的波斯人直接来到日本，因为在奈良宫殿遗址出土过一块公元765年的木板，上面记录日本朝廷中就有来自波斯的官员。那么不仅仅是佛教用器，从日本本土信仰神道教的神社中，尤其是京都及九州海岸的冲之岛，也发掘出大量的萨珊式玻璃容器的碎片。除了容器外，还有就是西亚的玻璃珠，包括一串约公元6世纪的蓝料珠。自7世纪开始，
日本与唐朝之间开始了密切的交往与联系，多次派使团前往中国，其中有15次直接抵达首都长安。到了8世纪，一次使团的规模就达到了500余人，包括官员、学者、僧侣、工匠等，前来全方位学习唐朝。这块墓志铭的主人就是当时日本遣唐使的代表之一，美浓野岗摩。他的墓在奈良被发现，墓志铭创作于他去世2年后的730年，并以汉字整齐的数行书写，从右制作。文本的前半部分记录了他职业生涯中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作为官员委任前往中国。随同一行中还包括了后来的日本三论宗大安寺流之主道慈，而后半部分则根据了中国的孝经，强调了他对天皇的忠诚。公元645年，日本大和王权实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废除当时豪族专政的制度，并效法中国唐朝体制，成立中央集权国家，对以后整个日本历史的发展影响都极为深远。日本在7、8世纪对唐代中国模式的采用和适用，最明显的是体现在首都平城京的建设中，其布局模仿了唐朝的首都长安。除此之外，还有法律体系、政治管理和书写语言。随着唐朝在660年代通过与新罗的联盟，将影响力扩展到朝鲜半岛，日本的改革和中央集权进程也日益加速并加强。日本最早的本土历史是在奈良时期编写完成，最主要的就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这2本书中都有明显的参考了中国的编年史书样式。根据《日本书纪》记载，佛教在552年正式传入日本，当时朝鲜半岛的百济王赠送了一尊释迦牟尼佛像、记账和经卷。最初佛教受到了本土神道教仪式祭祀者的强烈反对，直到6世纪末才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公元735年，从南方的九州岛开始，日本遭遇了从大陆传播的天花疫情。这场灾难使本土总人口减少了近1/3。当时的圣武天皇请求佛教仪式和祈祷，疫情过后更是广修佛寺，从而加深了佛教在日本民间的传播。这尊四维菩萨像是见证朝鲜半岛与日本早期宗教联系的实物，被认为是从百济传来，主要表现的是释迦牟尼悟道前在菩提树下冥想的半迦思维菩萨的形象。除修建寺庙外，对佛教赞助的另一项功德是由圣德女皇委托建造的百万佛塔陀罗尼。这里展览的每一座小型木塔内都装有一卷印刷的佛教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这是日本现存最早的印刷实例。这些小型木塔被分发至主要寺庙，总数达10万。圣德女皇是日本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女性之一，史学界认为她是以效仿武则天的方式，通过支持佛教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那么离开奈良，下一站是位于朝鲜半岛的庆州。公元5到7世纪，朝鲜半岛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的时代，其中新罗源自于古代半岛南部三汗中的陈汗。据中国史书《三国志》记载，公元3世纪，陈汗分为12个国，其中一个叫丝卢国的，被认为是新罗的前身。朝鲜半岛史书《三国史记》也记载，朴贺居士居西干于公元前57年被推戴为王，国号徐那伐，是为新罗立国之始，要早于高句丽和百济。从公元前1世纪到4世纪，徐那伐国长期停留在部落联盟的酋邦时代，由朴、西、金3个氏族轮流出任酋长。4世纪后期，金奈兀成为酋长后，使用了麻利干作为君主头衔，并确立了金氏世袭的政治体制。至此，新罗才从部落联盟过渡为国家政权。新罗在后来阿拉伯的文献中又被誉为黄金之国，其王都位于东南部的庆州，也被称为金城。位于今庆州的遗址上就有考古发掘出的大型王陵，其中包括大量精美的金制品，最著名的就是新罗王冠，由黄金和翡翠制成。这种王冠有着浓郁的草原文化特征，从阿富汗大月之墓的地拉丘地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步摇冠，都是这种塑形冠，也体现了北方系普遍的萨满宗教信仰。这条由小叶状装饰物连接开口珠组成的华丽项链，不仅展示了新罗王室享有的奢华，下面的勾玉吊坠也连接着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之间的联系。新罗陵墓的构造一般是一个木质椁室，上面覆盖石头并堆积成土丘，类似于草原游牧民族的葬礼习俗。随葬中除了金器，还有很多来自罗马的吹制玻璃器。奢侈的金制品
不止出土于王陵墓，这把华丽的匕首是来自庆州吉林路14号古墓，也被誉为韩国第635号国宝。依据对其工艺的分析，以及鞘上镶嵌的玻璃和16石的检测，可以得出它是来自于公元5世纪的中亚波斯地区，应该是通过贸易或者作为外交礼物来到新罗的。这种珐琅镶嵌工艺也见于后面的英格兰沙顿湖沉船宝藏中，而类似的匕首和刀鞘设计在新疆的库木图拉及克孜尔石窟龟兹王室供养人的壁画上也有体现。从隋唐时期，新罗统治者开始效仿中国，对领导者称为王，并逐渐使用汉字。自公元670年代起，新罗的统治者开始参考唐朝的首都长安，扩展并调整首都的布局，并且仿照唐朝的国子监建立国学，教授数学和儒家经典。7世纪期间，新罗与唐朝结盟，联手对付高句丽和百济，一度称雄三国。虽然之间有冲突，但最终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到了8世纪，新罗更是频繁派遣使团前往中国，仅圣德王在其35年的统治期间就派遣了46次。有意思的是，通过考古发现，从公元500年代中期起，奢华的金制品，包括从遥远西方进口的物品，逐渐从新罗的贵族墓葬中消失。随着佛教在6世纪成为新罗的国教，贵族们将资源投入到佛教寺庙和碑刻的赞助中，如展馆的这件感恩寺的4大天王舍利宝函和玻璃舍利瓶，都是源自于唐代佛教的传统。新罗最有名的2位僧人，一是善德女王期间的慈藏前往五台山，把佛陀头骨和指骨带到了新罗；另外一位慧超在中国期间被密宗大师金刚智收为弟子，接着前往印度诸国巡礼，之后更是经由波斯、大食、突厥、中国西域，最终抵达长安。后来留有著作《王武天竺国传》，虽然是新罗人，但后世仍视他为唐朝僧人。在这一时期，新罗墓葬的另一个发现，就是很多大型的土墩墓被带有入口台阶的石室墓取代，墓中会随葬陶俑人像，这显然是遵循了来自中国的葬礼习俗。许多出土的俑都穿着当时的唐代服饰，而且因为佛教的关系，新罗人广泛采用了火葬，死者火化后，骨灰被装入瓮中，安置在墓里。考古人员在圣德王墓中发现了一个来自中国北方窑口的山竹香炉，但在新罗配上了一件银碟作为盖子，用作的骨灰罐。另外一个例子是来自湖南长沙窑的青瓷罐，最初可能是用于海上贸易中运输茶叶的，它的盖子居然是越窑的茶碗，2件物品也组合成了骨灰罐，可见死者生前对进口瓷器的偏好。那么离开朝鲜半岛，一路向西，我们就来到了帝都长安。自汉代张骞凿空螭头之路开始，几百年来，长安一直被认为是欧亚大陆东端线路上最繁华的都市之一。其鼎盛时期，城市面积覆盖了84平方公里的内城区，人口达到了100万，城区曾举行对称分布，沿南北轴线呈网络布局。这种成熟的规划为平城京和京城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展览的主题自然离不开丝绸。这是斯坦因在新疆楼兰古国遗址发现了一段丝绸布料。考古证据表明，中国在公元前2700年就已经掌握了夹养蚕以及从茧中提取生丝的技术。大约在公元前100年，这种技术开始外传。新疆和田遗址出土了传世公主木版画，体现了养蚕业从中原引入于田国的故事传说。丝绸在丝绸之路上不仅是商品，它本来就可以作为货币使用。先秦时期，生丝就可以抵税。唐代用于纳税的标准生丝长度约12厘米，宽54厘米。楼兰出土的这一段丝绸，据考证为魏晋至前凉时期当时西域长史所发给戍边将士的俸禄。据史料记载，唐朝在通往西域的这条贸易路线上，使用大量丝绸支付的产品之一就是马匹。来自唐代西周的一份市场登记簿显示了当时不同等级马匹的价格。例如，一匹普通的突厥阉割马的价格是18匹宽幅平纹生丝。据估计，在公元700年代早期，唐朝使用的马匹总数大约有数十万，而每年需要更换的马匹数量可能在数万匹。除了用于军事，本身上层精英对马匹也是非常喜爱。李唐家族拥有汉族和鲜卑混合血统，与北方草原文化有着自然的联系。
骑马狩猎以及从波斯引入的马球运动在宫中颇为流行。太宗长子李承乾喜着突厥服装，说突厥语，在宫中住帐篷。唐朝富裕家庭的精英女性享有相对较大的身体自由，墓中可见各种发迹的女性陶俑，甚至是身穿骑马男装。除了服饰外，唐代与世界更广泛的联系还有香料，如来自南亚、西亚和东南亚的檀香、沉香、樟脑、乳香和没药。这件何家村同款的葡萄花鸟纹香囊有着顶级的铰链和螺栓设计，可使香料在里面始终保持水平而不会洒掉。作为世界一级的大都市，长安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东市和西市是城内商业活动的主要中心，东市的周围一般聚集的贵族和高级官员的住所，而西市更为喧闹，吸引的是更多的外国商人，如阿拉伯人、中亚粟特人，处处都是驼队运载的各种商品的景象。这件来通白陶杯与何家村的镶金射手玛瑙杯的形制相同，都是源于波斯。珠石边缘和两侧身穿中亚服饰的人物进一步暗示了其设计的异域风格，可能是用于喝葡萄酒的酒杯。粟特人以管理长安市场上的酒馆而闻名，他们销售从西方进口或者是采用当地技术制作的葡萄酒。当然除了商人，还有来自外国的朝贡使者，这些都可以在乾陵太子李贤墓中的壁画上看到。那么有多少外国人居住在长安尚不清楚，但是文献记录还显示了一些非自愿来到长安的人，包括战俘和难民。他们在唐朝军事扩张期间被带到京城。例如公元668年，在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王国战败后，有20万人被重新安置在长安及周围地区，其中的后裔就包括后来的大将高仙芝。他于751年在达罗斯之战中与阿拉伯军队作战。631年，当唐太宗击败东突厥时，近1万户家庭被迫迁往长安。唐朝廷还保留了一些来自周边国家地区向他们效忠的质子。另外，来自西亚的萨珊王朝末代君主伊势十三世曾向唐朝请求援助，对抗突厥和阿拉伯的威胁。674年，萨珊首都太七峰被穆斯林军队攻陷后，最终其子毕路斯也逃往了中国长安。唐代陶俑中，深眼高鼻、胡须波浪状或编织发型的特征，通常与唐朝北方和西方的民族相关，这类人被广泛称为胡人。自公元3世纪以来，中国文献中就开始提到了肤色较深或黑色皮肤的人，称为昆仑或昆仑奴，可能与东南亚或者非洲相关。这些外国人在中国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当然李唐王时主要是推崇佛教和道教，而作为从中亚和西亚传入的摩尼教、祆教和景教，普遍在移民和外籍人士中流行。其中景教是源自于叙利亚的基督教聂斯托里派，于公元7世纪传入中国。1625年，在陕西出土的大清景教流行中国碑，详细撰写了大清国有大德阿罗本带经书来到长安，由宰相房玄龄迎接，或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准其传教，以及唐代历代皇帝对景教的支持的记录。摩尼教为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先知摩尼所创立，这是一种将祆教、基督教、佛教混合而成的哲学体系。公元694年，一位波斯使者向武则天献上一部摩尼教经书，文献还记载了在长安建造摩尼教礼拜场所的记录。祆教是萨珊帝国的国教，主要信奉者为来自中亚的粟特人，大约在4世纪就进入了中国。在中国北方发掘出很多祆教徒墓葬，展馆里展示了一块刻有与祆教相关的石质杖具，原本是石榻的底座，在其下角隐约可见一个火坛雕刻，两侧各有一个祆教鸟祭司，以及上方中亚舞者和祭乐的形象。文献记载，位于长安的从化坊和布政坊有2个粟特人建立的祆教寺庙，这些礼拜场所也可能为在萨珊帝国灭亡后寻求庇佑的波斯社群提供服务。长安在7到9世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停靠点，而中国南部的其他城市中心，尤其是沿海地区，也曾参与到了这场世界贸易网络中。这就不得不提在东南亚发掘的黑石号唐代沉船了。1998年，在印尼苏门答腊附近的乌里洞岛海岸，发现了一艘运载超过6万件中国瓷器和其他商品的唐代沉船，因发现地靠近一块黑色大礁岩而得名黑石号。迹象表明，这艘船在公元800年代沉没时，正处于返回阿拉伯或波斯湾的途中。此时的西亚正处在伊斯兰、
阿巴斯王朝的统治之下，黑石号沉船龙骨长 15.3 米，船体最宽处达到 5.1 米，其制造的工艺和技术特征与印度和西亚地区的传统一致。技术检测船身所用木材原产于非洲，船体上的填充物和缆绳等软设施都是来自东南亚。沉船中发现了可能是当时乘客和船员的私人用品，大多来自苏门答腊岛本土，这表明该船可能是在旅途中曾停靠于此地，还招募了当地的水手，并使用当地材料进行维护。比较有意思的是，只有少量来自西亚阿拉伯人的物品，如陶瓷双耳瓶和用于放药品的玻璃瓶。除此之外，有限的证据表明船上可能有一名识字的中国乘客，拥有一块砚台，用于研磨墨，以书写记录或绘画。其他的物品如青铜勺、铜钱和漆器碎片可能也都属于中国人。不管怎么样，这至少显示了此船在航行的时候承载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从沉船中出土的带有铭文的物品，考古学者将其航行的时间框架缩小到826到845年之间。当黑石号离开西亚时，应该是装满了香料、象牙、玻璃等物品，在目的地卸货之后，再将中国的瓷器、丝绸、金银器等货物装满运转回程。约6万件瓷器中有57500件是唐代的长沙窑，包括碗、壶、罐等，可见当时唐代的窑工已经能够满足大规模的批量订单生产。长沙窑的碗带有绿釉，并以棕色和偶尔的红色釉装饰。常见的装饰图案包括风格化的鸟、花、山和鱼，用笔恣意粗犷，其中一个碗上会有卷头发的西亚人物的脸。这样的瓷器很多在中国未曾发现，所以长沙窑应该是出土了很多外贸定制货。还有一个模仿金属器的香炉，在法门寺地宫有出土类似形状的，其盖上塑造了一位和狮子搏斗的男子，也是有着浓郁的西亚风格。沉船中有大约900件青瓷，其中有200来件是浙江的越窑，剩下的是来自广东的窑口。除此之外，还有300件白瓷，以及200件绿釉和带有绿色飞剑纹色块的邢窑以及拱线窑瓷器。展馆里最具代表的一件陶瓷为中国最早的青花瓷，其钴蓝色釉料可能是从伊朗进口。与元代出现的釉下青花不同，这些早期的装饰似乎是釉上绘制的，其纹饰为前伊斯兰时期的菱形环叶设计。唐朝从661年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以来，广州一直是中国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当时也有大量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定居广州。但是目前考古发现，只有在扬州地区发掘了几乎所有来自这艘沉船的唐代陶瓷碎片。那这些货物很可能是通过开凿的大运河及长江支流运到集散地扬州，装载到黑石号上，然后商船再来到广州装卸其他货物，最终出发前往东南亚。沉船中来自中国的非陶瓷物品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30多件金银器，很可能就是来自扬州地区，因为这里是唐代中晚期的一个重要的金银器生产中心。这只巴棱金杯与西安何家村出土的祭月巴棱金杯如出一辙，都是中亚粟特文化影响的产物。还有2件受萨斯风格影响的椭圆莲瓣碗，里面錾刻了中国传统代表婚姻美满的纹饰双燕纹。另外一件残损的银碗内部是一只犀牛，这种设计可能与从东南亚和西亚作为外交礼物送到唐朝王室的犀牛有关。在唐代社会中，金银物品备受尊崇，通常与皇室的赞助和赠礼活动相关，如法门寺地宫供奉的器皿。所以这30件金银器可能是唐朝政府为答谢来自西亚或东南亚使者而赠送的外交礼物，也有可能是作为礼物送给海上沿线地方的当局，来促进贸易的谈判和交易。在黑石号沉没的9世纪，印尼的苏门答腊正处于强盛的海上帝国势力福氏的控制之下。因为内容和时间的关系，我们将在下期视频走进东南亚，然后经由古印度，跨过喜马拉雅山，来到吐蕃帝国，最终前往塔里木盆地，抵达中国西域，探究500年间印度次大陆对东南亚和中国西部的文化影响与联系。